姑，此番进攻合肥，看来势在必得了。是。你敢信吗？一辈子没打下合肥的孙权，却打到过东北。本期视频，不二将就带大家来了解这段震撼又有趣的历史。汉末三国时期，东北地区一开始的霸主是辽东公孙家。公孙家前2代掌权人公孙度和他儿子公孙康都属于那种既有能力又有格局的人。一方面，他们把东北地区各个势力治得服服帖帖，稳坐地区小霸王之位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能清楚地认识到，凭辽东这点实力，在偏远地区称个霸也就到头了。一旦头脑发热，跑去招惹曹家这个真正的爸爸，那就离死不远了。公孙康死时，儿子还年幼，他的弟弟公孙恭接过了位子。这哥们虽然能力一般，脑子还是清醒的，继续老老实实当曹家的小弟。后来公孙恭得了一种怪病，这病让他失去了作为男人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你懂的。这下他侄子公孙渊不乐意了，靠，你连个爷们都不是了，还想当头，滚下来吧。于是公孙渊在公元228年发动政变，夺取了权力。说起公孙渊，这哥们可厉害了，脖子以下全是格局啊。在公孙渊看来，以他的能力，只在东北称霸实在太屈才了，老子要成为曹魏那样真正的爸爸。于是他先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一脚踹开曹魏，名义上的服从老子也不愿意了。不过呀，公孙渊虽说很狂，毕竟不是傻子，他知道以辽东的实力，想完成这个小目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另一个爸爸身上，孙权统治下的江东。上台后不久，公孙渊就不断派出使者跑去找孙权，表示我想换个爸爸了，你愿意要我这个儿子吗？对此，孙权当然很高兴了，白得个便宜儿子，还能交换物资，多好的事呀！于是双方就这么交往了好几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孙权和公孙渊的交往不但开通了一条由江左直达东北的新航路，还增强了江左和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，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。眼看公孙渊和孙权打得火热，公孙渊的旧爸爸曹魏不高兴了。公元232年，魏明帝曹睿派出军队水陆并进，讨伐公孙渊。公孙渊不为所动，表示自己宁肯死也要继续跟孙爸爸站在一起。对此，孙权那叫一个感动啊！啥也别说了，从此以后咱各弄各的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兄弟。最终，曹睿头痛于公孙渊和孙权的联合，不得不下令撤军。这下，公孙渊更加坚定了踢开曹魏的决心。公元232年10月，公孙渊派出使者，正式向东吴皇帝孙权称臣。这下可给孙权乐得差点直接笑死过去了。俗话说，人越是缺什么，越是在乎什么。孙权这人吧，就是缺个面子。毕竟在三国之中，只有孙权的东吴政权是最缺乏名分和合法性的。当年孙权称帝时候，别说曹魏了，连作为盟友的蜀汉都是群情激愤，差点就要跟孙权翻脸。多亏诸葛亮力排众议，蜀汉才勉强承认了孙权这个皇帝。因此，孙权迫切希望有人能够真心承认他这个皇帝。眼下，公孙渊的称臣对孙权来说，简直是上公交有工作，想睡觉有枕头，那可不得高兴疯了。于是，孙权当即表示要册封公孙渊为燕王。你们不是老嘲笑老子是大魏吴王吗？今天老子就要封个大吴燕王，看你们还笑不笑？而且孙权这个封王可不是过过嘴瘾，他是玩真的。孙权派出了一支大型船队，上面装着1万多士兵以及无数的奇珍异宝。他孙权就是要以这样奢华的排场去册封公孙渊，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当皇帝的感觉。然而帅不过3秒，孙权的大臣们纷纷拿起大盆冷水，哗啦哗啦就往孙权脑袋上浇啊！尤其是张昭，这老爷子浇的最厉害，当着众人的面几乎要把孙权的底裤都给扒下来了。到最后，孙权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他拔出刀指着张昭大骂道：
吴国的读书人在宫里拜我，在外头拜你，我对你的尊重已经到了极限了，你居然还不知好歹，好几次当众侮辱我，再这么下去，万一哪一天我忍不住了，你懂的。张昭长叹一声，流着泪说道：我知道你不愿意听我的话，但我依然坚持劝你，只是因为你妈妈临死前让我一定要照顾你啊。孙权听后内心一颤，不由自主地扔下了刀，对着张昭哇哇大哭起来。你想想这是个什么场景吧，我算是无语了。哭完后，孙权觉得心里舒服多了，依然决定派出船队去册封公孙渊。张昭回到家，把门一关，表示老子病了，不出门了。孙权大怒，你个老小子，多大岁数了还跟我撒娇，你不是不出门吗？我让你这辈子都出不来。于是他派人用土把张昭家的大门堵住了。张昭不甘示弱，直接来了波反锁，用土把大门从内部也给堵住了。你不是不让我出来吗？正好我这辈子都不见你了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，孙权的船队已经到了辽东。公孙渊看到这么多士兵和财宝，大喜过望。此时此刻，他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财宝和士兵我全都要。于是这哥们直接翻脸，把1万军队和财宝打包拿下，让孙权结结实实当了把大冤种。随后公孙渊又以此向曹魏邀功，获封大司马、乐浪公。只看眼前利益的话，公孙渊这一波是撞麻了。然而长远来看，这无疑是个短视的操作。真正的聪明人想要撞麻一定会使用拼多多100亿补贴啊，拼多多狂撒100亿福利，让你度过一个快乐暑假。打开拼多多，搜索82162，点击图片或是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就能直达100亿补贴活动会场。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呢？我的话肯定是喜欢玩游戏机、手机之类的电子产品，还有各种好吃的啦。任天堂 NS 能让你快乐一暑假的神机，券后只要1994，真正的物美价廉。边缘游戏如马里奥、奥德赛，券后只要269，比其他平台便宜了几十块钱。天热了，在家吹着空调吃冰棍，别提多爽了。和鹿血20支装，多种口味雪糕，券后只要87，还不买来吃个爽。红米 Note 11 Pro 手机券后1489，比官网便宜了510块。小米 Pro 锐龙版笔记本券后3499，比官网便宜了整整1000块。iPhone 13券后4969，比官网便宜了1000多，绝对不用卖肾了。省下的钱还能买个乐高积木玩具，大人孩子都能玩。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商品，应有尽有，喜欢什么就买什么。所有100亿补贴商品承诺假一赔十，而且有品质险双重保障。还有什么？快来抢吧！事情传回吴国，孙权气得几乎昏厥，他歇斯底里的大吼道：我都活了快60岁了，什么事情没经历过，这次弄他妈成了大冤种，现在我的怒火都能直窜到山上了，我非要亲征辽东办了他不可，不然还有什么脸见人呢？注意，这一年孙权只有50岁，看来他确实已经气得大脑进水了。最后多亏陆逊一番苦劝，孙权才强行忍住。此时的孙权才终于念起了张昭的好，他诚恳地对张昭道歉，甚至跑到张昭门口大喊大叫。张昭依然不肯见他，这下孙权气上加气，硬是派人在张昭家门口放火，想要逼他出来。张昭依然不为所动，这下孙权彻底无奈了，只好在门口呆呆地站了好久，就差给张昭下跪了，这才终于感动了张昭，两人得以和解。公元238年，反复横跳的公孙渊终于迎来了曹魏的铁拳。动了真格的曹魏派出名将司马懿，率领数万大军前来征讨。这下公孙渊终于知道害怕了，他急忙派使者找到孙权，表示：爸爸，你永远是我亲爹，救救我吧。孙权表示给我把他砍了。这时一个叫杨道的人拦住孙权，说道：不要因为发脾气错过好机会呀，我们应该答应公孙渊派一支军队过去看看，如果魏军搞不定公孙渊，公孙渊看到我们真来救了，肯定感恩戴德，我们也能得到个好名声。如果他们纠缠上了，咱们就趁机爆公孙渊的菊花，狠狠抢他一波，这不就报仇了吗？孙权听后大喜，小伙子不错，有脑子。于是他立刻换了一张脸，对使者说道：
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和公孙渊兄弟共存亡的。听说司马懿打仗所向无前，真为公孙渊兄弟担心啊。大家可以把野兔了打在公屏上。于是三国时代一场奇迹般的远征开始了。东吴舰队将从江东出发，跨海作战，直接攻入东北。东吴敢这么做，是因为三国时期东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非常发达。当时东吴和东南亚的宁毅、扶南都建立了外交关系，双方来往频繁。吴国人甚至可能到达过罗马帝国。公元230年，吴国将领魏温和诸葛直成功登陆了台湾。他们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登陆台湾的人，这表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公元239年，吴国舰队在杨道的指挥下成功到达辽东，这时候公孙渊坟头的草都2米高了。如今辽东已经是曹魏的领土了，然而杨道还是下达了一道堪称疯狂的命令：进攻。就这样，吴军硬是强行登陆辽东，对曹魏守军发起进攻，并最终在掠走一批百姓后返回江东。以上就是这场远征的全部过程了。于是一个极度反常的冷知识出现了，虽然孙权一辈子都没打下合肥，却打到了东北，我想这足够孙权吹一辈子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给个3连关注，也不要忘了在拼多多搜索8162，享受100亿补贴折扣福利。那拜拜啦！